好，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际商学院，我是柳建龙。今天来上我们的第五课吧。我们的第五课要来讲通证专业机构类型，它是属于我们通证基础教学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通证专业机构呢有哪些？基本上分为四大类型。第一大类型叫做资管机构，第二叫做审查机构，还有监管机构跟平台机构。今天我们不谈平台，不谈监管，我们就谈谈资管跟审查，因为这两个机构呢，对于通证在发行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这六大机构当中呢，分为尽职调查机构，还有财务审计机构、产权的评估机构以及财产保险机构，还有产权的担保机构，包括这个资产管理机构。尽职调查机构呢，是拥有属地国家核准的法务服务部门批准例如这个律师事务所、资产信托审查机构、尽职调查机构等等的这些专业机构，它的第一个要件是要在该国家地区，就是该属地国。什么叫属地国？就是发行通证的这个资产的所在国家，我们称之为属地国。明白这个意思吧？第二，财务审机构一样的，财务审计机构依然要通过这个国家，这个属地国家，因为我要审查，比如说我要审查马来西亚的资产，那我的牌照如果是台北的，可不可以？当然不可以 ，no， 一定不可以的。所以叫属地国的合法资质。比如说我的资产，我的 company， 我的所有的东西都在马来西亚，那当然我的服务范围内是必须可以涉及在马来西亚境内的。那当然你要涉及在马来西亚境内的，是不是就要由马来西亚国家政府给你颁发相应的专业资格证，你才有能力或者有资格做这个事情。好，所以这件事非常重要。再来第三个产权的评估机构一样，它必须要拥有属地国家核准的资产类型评估机构，例如资产评估中心、资产管理公司、资产评估事务所等等的每个国家地区讲的都不一样那有没有那种跨国性的呢，教授？当然有只要你的资格符合这种国际领域资格证的，那当然你就可以去做相应的这个属地国家落地的服务，也是可以有这种证照也是有的。有一些国家地区他认这个国外来的，或者是国际上的一些相关证明的也有，但有一些是没有的，好吧？后面我们再来详述。第四个，因为通证它是托底性资产，所以大部分对于财产本身，不论你是有形资产、无形资产或者是 IP 资产，无论你什么资产，都要涉及到财产保险的都是要涉及到财产保险，这一点大家一定务必要关注一下。第五个，财产的担保一样的，它要属于这个国家地区所核准的担保或者是典当行机构例如这个典当行、信托公司、资产抵押担保公司等等之类的你要有这样的资格，你才能成为所谓的担保机构。再来最后一个，资产管理类型的机构就拿这个香港来讲吧，它就必须要有香港政府所核发的9号牌机构它才有办法去做这方面的。当然这当中又有例如物业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等等，这些都属于资产管理机构。主要要看看这个通证类型是什么，所以它所寻求的这个资产管理机构就会不太一样。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这个尽职调查机构的部分教授把它写的稍微有点细长一点但是呢，这样的话对大家的了解上面可能也会来的比较详细。尽职调查目的是什么？尽职调查的目的是让买方尽可能的发现有关他们要购买的股份或资产的全部情况。从买方的角度来讲，尽职调查也就是所谓的风险管理。对买方和他们的融资者来说，并购本身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例如目标公司过去的财务账册的准确性，并购以后目标公司的主要的员工、供应商和顾客是不是能够继续留下来，是不是能够存在任何可能导致目标公司、运营公司或者财务运作上面的分崩离析的任何义务。因而买方有必要通过实施尽职调查来补救买卖双方在
信息获知上面的不平衡，一个买一个卖，这个平衡对不对？好，所以一旦通过了尽职调查，明确了存在的哪些风险和法律问题，买卖双方就可以就相关的风险和义务应该哪方承担来进行谈判。同时，买方可以决定在任何的条件下继续这个所谓的收购行为或者是上市调整行为，这个是尽职调查的一个主要的目的。那对于资产本身或者是相应的通证包装前的这个尽职调查，主要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尽职调查的内容一般包括了以下这些方面：第一，市场这个管理人员的背景调查；第二，市场评估；第三，销售和采购订单的完成情况；第四，环境评估；第五，生产运作系统；第六，执行信息系统，也就是汇报体系啦；第七，财务预测的方法及过去预测的准确性有多少，达标率多少；第八，销售量及财务预测的假设前提；第九，财务报表销售和采购的票据的核实情况；第十，当前的现金应收付的这个债务情况；11，贷款的可能性；12，次贷的核查、库存和设备清单的核实；13，工资福利和退休基金的安排。再来租赁、销售、采购、雇佣等方面的合约，还有存在的、潜在的这些法律纠纷问题。所以正常尽职调查报告在这个作为通证，你有发现这个东西比那个企业要挂牌的时候还要严格没错，因为它涉及到钱了，它涉及到物了，涉及到这个资产风险等等之类的。所以在这里你只要有三个流程你记住就好，就是摸底，这个尽职调查就摸底，然后再评估公告，三个过程必须要把握好，这个才是关键。来看看第二个部分，财审。财审所涉及的内容会比较广泛所以它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要提供财务报表信息被核实到给予合理保证的程度是否按照指定的标准陈述？通常情况下，这些标准是国际会计准则，听好了，是国际会计准则，或者当地的政策法规。在提供报表的时候提供财务报表是否按照会计准则公平陈述的意见时，会计师在收集证据，以确定报表是不是包含了重大错误或者其他的误报比如说假账或者刻意误报或者是不刻意误报等等之类的。下面主要内容教授就不来详述了因为这个内容太多了，你们可以自己下载课件自己去看仔细看仔细一点，好不好？好，我们来看一下评估的部分。评估机构主要要承担的内容是什么？评估的对于资产本身来讲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评估的目的是什么？资产评估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延伸的专门性活动出于对于特定类别的不动产智慧财产权以及企业价值进行价值评估的需要从上世纪80年代起，国际上陆续就出现了专门从事资产评估工作的专业人员，一系列的这个资产评估的主要目的是要帮助我们所有投资人跟消费者帮助我们所有的投资人跟消费者来怎么样？来认清这个东西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包含现在的价值，未来可能产生的价值，未来的一个价值环境的体系跟它增长的一个部分，这个都是属于整体的评估机构要去做的一些工作具体一样你们自己看课件好吧？这个已经写得够细了，不用教授一个一个念了，浪费大家的时间再来保险机构。保险机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财产保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财产保险是指财产与其有关的经济利益和损害赔偿责任为保险的标的的保险。狭义财产保险是指的以物质财产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在保险实务中，后者一般称之为财产损失保险。好，你们自己看内容吧我找了一些相关材料给你们参考，我就简单讲一下吧。这个财产保险主要的目的在通证这个领域的目的是什么？是当这个房产、有形资产、无形资产、IP 资产各种资产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起码还多了一份保障。比如这楼倒了有财产保险保住
这个 IP 的画家嗝屁了，没问题，他有意外险，他有健康险，他有保险，这些保险的赔付也有了啊。比如啦，我只是讲比如，当然不能嘴欠哈，去揍人家，对不对？好，这个就是保险在这个通证领域当中起到的一个至关重要，就是保护财产的一个险种，好吧？当然，根据不同的类型，它保的东西就会不一样啊。来讲一下担保的部分啊，这里讲的担保哈，并不是说这个通证担保怎么样怎么样，啪，不是这个概念了。那其主要的目的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当这个财产发生任何问题以后，或者是被强迫退市了，因为什么原因而导致的崩盘、退市什么，它东西是不是还在？那这个时候呢，由这个通证担保机构来进行什么？来进行处置，明白吧？啊，所以财产保全呢，又分为诉前的财产保全，又分为诉讼财产保全啊，等等一大堆了，你自己看吧。最主要的目的讲不好听的，就当这个资产出问题或这个交易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个机构是要无条件跳出来的，因为他收了大家的钱嘛，他就要担保这个事情，这个资产的变现跟套现是要由他负责的嘛，明白这个意思吗？啊，所以具体大家看内容。好，那六大机构基本上讲到这里了哈。那我们下一堂课要来讲什么？下一堂课我们来讲通证挂牌企业，我们正式进入到我们的第二步骤。我们完成，恭喜大家完成了第一个部分的课程啊，也就是这个整个通证基础的学习，大家也都差不多学会了。听不懂的啊，留在我们的互动课程当中，你可以来提问，教授会答复你。当然，我希望你也反复听、反复看一下课件。这样可能对大家都会有所帮助，好不好？那么通证的基础教学就讲到这里，我们下堂课再见，拜拜。